美国3月份通胀飙到了 3.3%， 汽油价格一个月涨了 21%， 这是1967年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。但昨天这份 CPI 报告里藏着一个大部分人没注意到的数字。今天我要带你拆开这份刚刚出炉的3月 CPI 报告。这份报告表面上看吓死人，通胀从 2.4% 直接跳到 3.3%， 但里面有一个核心数据说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。这个矛盾直接决定了美联储接下来敢不敢降息，而美联储降不降息又直接决定了金价能不能重新站上5000美元。最疯狂的是，现在的局面和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，但也有一个关键的不同，我们等下说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。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，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，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先说一下今天的数字，截至4月11日收盘，黄金报4749美元一盎司，白银在75美元60美分附近，连续第3周上涨。金银都在涨，但注意，不是因为通胀这个好消息，而是因为通胀数据出来以后，美元反而跌了。为什么通胀这么高，美元反而跌？这就是今天的核心故事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。上周，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了3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，也就是 CPI。先看表面数字，月环比涨了 0.9%， 是2月份 0.3% 的3倍。年同比从2月的 2.4% 直接跳到 3.3%， 这是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是什么推的？2个字，油价。报告说得很清楚，能源价格3月份涨了 10.9 点，其中汽油价格涨了 21.2%。 CNBC 的报道指出，光汽油这一项就贡献了整个 CPI 月度涨幅的将近3%。这个 21.2% 是什么概念？这是自从1967年有记录以来，美国汽油价格单月最大的涨幅。为什么涨这么多？你也猜到了，伊朗战争2月28日开打，3月份油价直接飙到110美元以上，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还没完全打开，所以表面的故事很简单，战争推高油价，油价推高通胀，通胀从 2.4% 跳到 3.3%， 但疯狂的是，这不是最重要的数字，最重要的数字藏在另一行。像这样的宏观数据深度解读，我们频道每周都在做。价格波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COMEX 持仓报告， ETF 资金流向，这些数据才是真正的答案。我们频道会帮你读懂这些，点订阅，每期都不会错过。这个被忽略的数字叫做核心 CPI。 什么是核心 CPI？ 就是把食品和能源这2个波动最大的项目去掉之后，剩下的物价变化。为什么要去掉？因为油价可以因为一场战争在1个月内涨 21%， 但这并不代表你的房租、你的医疗、你的日用品都涨了 21%。 核心 CPI 才反映了经济本身的通胀趋势。3月的核心 CPI 是多少？月环比涨了 0.2%， 和2月持平，年同比 2.6%。 注意这个数字 2.6%， 经济学家们之前预期的是 2.7%， 实际出来比预期还低了 0.1个百分点。 CNN 的报道提到，食品价格在3月份实际上下降了 0.2%， 医疗保健、个人护理、二手车价格也都在下跌。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，表面通胀在飙 3.3%， 吓死人，但把战争因素剥离掉，底层的通胀其实在降温。这就是为什么昨天 CPI 数据出来以后，市场的反应不是恐慌，而是松了一口气。美元指数应声下跌，黄金站稳了4700美元以上，因为市场看的不是表面那个 3.3%， 市场看的是核心那个 2.6%。
但接下来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，这个分裂的信号对美联储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是现在最核心的矛盾。一方面，表面通胀 3.3% 远超美联储 2% 的目标。如果你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，你看到这个数字，你不可能出来说我们打算降息。另一方面，核心通胀 2.6%， 还低于预期，食品和大部分服务价格都很稳定。这说明除了油价，经济本身没有过热。Kiplinger 的分析指出，即使战争结束，汽油价格回到战前水平，核心通胀在关税效应和医疗成本上升的推动下，到年底可能还是会爬到 3% 附近。这意味着美联储不太可能很快降息。根据 CME 的数据，市场目前预期4月降息的概率是0.，到今年年底大约有 30% 的概率至少降一次25个基点。再来看另一个数据，美国第4季度 GDP 只有 0.5%， 经济增长在放慢，但通胀在加速。这两个字你在金银圈一定听过，滞胀。Gold Silver 的文章专门做了分析，标题就叫滞胀与黄金。3月 CPI 3.3%， 加上第4季度 GDP 0.5%， 文章认为2026年的滞胀论已经有了硬数据支撑。这就引出了金价最关键的逻辑链，如果停火谈判成功，油价下来，表面通胀回落，美联储有空间降息，金价涨；如果停火失败，油价继续冲，表面通胀继续飙，美联储被迫保持高利率甚至加息，金价短期承压，但长期滞胀，预期会支撑金价。有人会说，这不是怎么走金价都涨吗？不完全是，路径不一样，节奏不一样，风险也不一样。高盛维持年底5400美元的目标价，摩根大通更激进，给了6300美元，德意志银行6000美元。但短期内，独立金属交易员 Taiwan 说得很到位，金价买家这周每天都在做更高的低点，但5000美元是一个大关，只有突破了5000美元，牛市才算真正重新启动。对比一下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，当时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直接引爆了滞胀，黄金从1971年的35美元涨到1980年的850美元。但注意，那次黄金也不是一路涨的，中间有过 40% 以上的回调。现在的情况和70年代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，石油供给冲击推高通胀，同时经济在放缓，但也有一个关键的不同，今天的核心通胀远没有70年代那么失控，那时候核心 CPI 一度超过 13%， 现在是 2.6%。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停火谈判这么重要，它不只是一个地缘政治事件，它直接决定了通胀的走向，决定了美联储的选择，决定了金价的下一步。好，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串起来。第一，3月 CPI 表面 3.3%， 但核心只有 2.6%。 战争推高了油价，但经济本身没有过热。第二，美联储现在被困在中间，不能降息，因为表面通胀太高，也不太可能加息，因为经济在放缓。市场预期今年最多降一次。第三，金价目前4700多美元，连涨3周。停火谈判是最大变量，成功则油降，通胀降，美元降，金涨；失败则滞胀加深。金价短期受压，但长期逻辑更强。多头关注的是核心通胀降温，美联储被困，央行继续购金，美元走弱。空头关注的是表面通胀回升，降息遥遥无期。如果停火彻底破裂，油价再冲新高，你觉得这次停火谈判能成功吗？你更担心通胀还是更担心经济衰退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频道会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深度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不错过任何一期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，投资有风险，
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